滚筒洗衣机无疑是现代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，凭借其高效、便捷的洗涤方式，受到了广泛的喜爱。然而，在日常使用中，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些小毛病，这些问题看似无关紧要，实际上却往往是由于我们使用不当所导致的。今天我们就总结了8个常见的小毛病，并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的错误使用习惯，希望大家能在今后的使用中引以为戒，避免这些小故障发生。洗衣机吐泡泡，很多家庭都会经历洗衣机吐泡泡的尴尬场面，洗衣机里泡沫满天飞，弄得一团糟，清理起来麻烦又费时。那么这种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洗涤剂投放过多，滚筒洗衣机的设计和传统波轮洗衣机有所不同。滚筒洗衣机通常用水较少，且在高温条件下清洗衣物。洗衣液投放过多时，产生的泡沫容易溢出洗衣机的门口或投放盒，这时泡沫可能会流出来，造成一片混乱。为避免这种情况，洗衣液的用量要根据衣物的数量和脏污程度来控制。特别是如果只洗几件衣物，洗涤剂的用量也要减少，不要像平常那样随意倒入。筒自洁模式错误使用，现在许多洗衣机都带有筒自洁功能，这一功能主要是通过高温空转的方式清洁洗衣机内部，但它并不需要添加洗衣液。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一模式时不小心放入了洗衣液、洗洁精等清洁剂，就很容易产生大量泡沫，导致洗衣机出现呕吐现象。所以在使用筒自洁模式时，最好不要添加任何清洁剂，除非是专用的清洁剂，而且要严格按照说明添加。洗涤剂投放盒放错，洗衣机的投放盒上一般会有几个不同的格子，每个格子的功能是不同的。有的用户往往会把洗衣液倒入柔顺剂格子，导致在洗衣过程中洗衣液被二次投放，产生过多泡沫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洗衣液应放入主洗格，而柔顺剂应放入最后的格子。如果不小心放错了位置，泡沫就会溢出。排水故障。排水故障是很多用户遇到过的问题，尤其是在洗衣机洗到一半就停机，显示屏上出现101错误代码时，很多人都非常慌张，认为洗衣机坏了。其实很多情况下，这个错误代码是因为排水管堵塞或者排水口堵塞造成的，并不代表洗衣机本身坏了。解决方法：首先检查排水管是否被衣物或杂物缠绕，如果不是，可以检查洗衣机的排水口，通常它位于洗衣机的右下角。将排水口盖打开，清理里面的滤芯，就能解决排水问题。定期清理排水口是保持洗衣机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。很多时候清理出来的并不仅仅是污垢，甚至可能有一些遗失的小物品，比如硬币等。重量失衡。洗衣机在漂洗和脱水过程中，常常会遇到重量失衡的问题，导致洗衣机停止工作。一般来说，重量失衡问题出现在2种情况下：衣物较少，且大件衣物过多。如果你在洗衣机里只放了几件衣物，但又包括一些重量较大的床品、厚重的珊瑚绒睡衣等，这些衣物吸水性强，且容易打结，会导致洗衣机滚筒内部重量分布不均，从而触发失衡保护功能，导致洗衣机停转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将衣物展开，避免打结，洗衣机就能顺利完成漂洗和脱水程序。衣物过多，滚筒内塞得太满。如果洗衣机内塞得过满，衣物缠绕在一起，重量过大，洗衣机也会出现失衡现象，导致程序停止。为避免这种情况，应该注意不要一次将洗衣机塞得太满。洗衣机在工作时，内部有一定的转动空间，如果过度填充，衣物无法自由转动，就容易发生故障。进水异常。如果洗衣机在开始洗涤时出现14故障码，通常是进水异常问题。这个问题大多是由于进水口滤网堵塞导致的。解决方法：首先检查水龙头是否开启，水压是否正常。如果水龙头没有问题，那么很可能是进水口的滤网被堵塞。此时拆开洗衣机背后的进水口，取出滤网，清理其中的杂物和污垢。为了防止这种问题反复发生，最好在家中安装一个前置过滤器，能够有效过滤水中的杂质，避免堵塞。洗衣机内异味。滚筒洗衣机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洗完衣服后，机内产生异味。这是因为洗衣机在洗涤过程中，湿气和水分很难完全排出，长期积累会导致细菌滋生，从而产生臭味。解决方法：使用完洗衣机后，尽量将门打开，让机内充分通风，避免湿气积存。如果你担心家里的猫或者孩子进入洗衣机，可以购买洗衣机门限位器，保持门微开，避免异味产生。
密封圈发霉，密封圈发霉是滚筒洗衣机的一个常见问题，主要是由于水和污渍积累在密封圈上，导致霉菌滋生。解决方法：首先要定期清理密封圈上的污渍，使用柔软的布擦拭。其次，在洗衣机门不使用时，最好将门打开透气，避免潮湿环境导致发霉。如果密封圈已经发霉，并且难以清理，可以试试除霉啫喱，涂抹在霉斑处，待数小时后用抹布擦拭干净，霉斑就能消失。7. 洗衣机洗不干净，洗衣机洗不干净衣物的问题，也经常让很多人头疼。除了衣物本身脏污程度过高，或者选择了不适合的洗涤模式外，还可能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：常用快洗模式，快洗模式适合轻度脏污的衣物，但对于较脏的衣服，快洗模式无法彻底清洁，尤其是一些厚重的衣物，容易洗不干净。对于这些衣物，最好选择标准洗模式，时间稍长，但洗净效果更好。内桶脏污，如果长时间没有清洗洗衣机内桶，内桶内积累的污垢和杂质会二次污染衣物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建议定期使用洗衣机内桶清洁剂，清洁内桶。内桶清洁剂不仅能去除污垢，还能有效消除异味。8. 洗坏衣服，很多人有混合洗衣的习惯，把所有衣物都扔进洗衣机里，但不同材质的衣物适合不同的洗涤模式。如果将细腻的衣物与厚重的衣物一起洗，不仅容易损坏衣物，还会影响洗涤效果。解决方法：尽量根据衣物的材质和脏污程度选择合适的洗涤模式，不要一概而论。洗衣机虽然能处理大部分衣物，但对于特殊材质的衣物还是需要特别照顾。通过对以上8个常见问题的分析，相信大家已经对洗衣机的一些使用误区有所了解。平时只需多加注意，合理使用洗衣机，避免错误的操作，就能让洗衣机更加长久的服务于我们，减少不必要的维修和故障。如果你也遇到了一些其他问题，不妨先检查一下这些常见的小毛病，说不定就解决了。